大家都说网易是 IP 的终结者，曾经我是半信半疑的，直到这款手游的出现与停服，我才真正知道，再强大的 IP 到了网易的手中，最终也难逃作死的命运。这就是全球知名大 IP 漫威和他授权给网易开发的 MOBA 手游《漫威超级战争》。国服于21年7月上线，24年6月停服。如此强大的 IP 也仅仅是存活3年。虽然前期的问题有 IP 的原因，但后续的吃相问题却是网易自己。我不禁好奇，网易究竟有何魅力，让这款手游快速淡出玩家视野？带着疑问，我走进了漫威超级战争。2019年5月20日，在网易的互动文娱发布会上，网易宣布联手漫威建立长期合作关系，双方将围绕 IP 推出多款游戏产品，而其中的一款便是今天的主角 MOBA 手游《漫威超级战争》。在网易宣布此消息之后，海外的漫威官方也跟进了这一消息，并于同月在海外开启先行测试。得益于1个月前《复联4》的上映，在影片助力之下，游戏迅速在海外走红。此后又在泰国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等地测试，并于年底正式上线。英文名 Marvel Super War。2020年12月，漫战成功拿下版号。4年4月于国服开启预约，打着漫威首款MOBA手游高度还原超级英雄的口号，一时让他赚足了眼球。这里我们先稍微的偏下题，因为网易的漫战并非漫威首款MOBA手游，早在15年时，腾讯也有研发过一款，这是许多老玩家都不曾听说过的产品，由天美工作室打造，名为超级战场，最早于16年1月内测，可惜在测试过程中反响平平，内测不到1年便下架。由于都是天美旗下产品，后来的传说对决及参考王者的玩法和英雄，也采用了部分超级战场的美术资源。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。2021年5月13日，国服首测之后，又登录了网易520游戏发布会，曝光首支游戏 CG 视频。6月开启先锋测试，最终于7月15日全平台上线，正式进入国服的季前赛。50余位英雄角色悉数登场，上线国服第一个活动电玩世界。由于在国服上线之前，该游戏的国际服已推出1年多，这让刚上线的漫战底气十足。隔个1周左右就从国际服搬一名英雄过来，如星爵、奇异博士、古一、黑寡妇和模仿大师。2021年8月12日，游戏进入 S1 赛季，同期上线金刚狼和凤凰女。虽然凤凰女的抽奖获取引起小小的争议，但与之相比的最大危机还要来自于漫威 IP 本身。2021年9月上映的《上汽与十环传奇》在上映后受到广泛争议，目前该影片在豆瓣评分仅6.0。而2个月后上映的《永恒族》则更低，豆瓣接近14万人打出了5.8评分。更关键的是，除了这2部以外，漫威这几年的许多影片都出现了质量下滑。其实，在网易和漫威合作时，除了这款 MOBA 手游，在21年9月还推出了卡牌手游《漫威对决》。如果漫威 IP 的影响力还在，凭借初期2款产品的相互成就，漫战的日子不会那么难过。或许就连网易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漫威这个 IP 没有反哺自己，反而产品因此波及。只能说成也 IP， 败也 IP。在漫威口碑遭受危机时，2021年10月8日，国服英雄联盟手游上线。无论这款游戏后来的成绩如何，上线之初的它无疑是风光的。对比之下，漫战宛如一个小透明，路人根本就注意不到它，只有开服时的玩家一路陪伴。2021年11月，游戏进入 S2 赛季，在今天看来，这应该算是游戏最后的巅峰。虽然影片《永恒族》略微拉胯，但游戏与其联动的活动品质却很高，一次性上线3名英雄蒂娜、瑟西和伊卡洛斯。尤其是瑟西的英雄设计十分贴近漫画和电影设定，在永恒族的联动之下，游戏进入2022年1月25日进入 S3 赛季，配合新春活动福满山河的到来，上线辅助型英雄 S 教授以及多套新春系列外观。在这之后，由于国际服英雄也差不多搬完了，网易自身又不重视产品，宣发没有，新活动开始高度同质化，娱乐模式与新角色也越来越慢。2月上线了战斗型英雄铁拳，到了5月才上线英雄黑骑士，6月推出能量型英雄神威索尔。尽管漫战的热度、收入、玩家均在下滑，但早期的基本盘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游戏的1周年庆典上，网易打算跟大家来播大的。2022年7月14日，游戏开启1周年活动。相比于此前几个月的消极，网易破天荒在周年庆上十分上心，提前2个月便开始宣传新玩法、新英雄、新皮肤、新活动，让玩家一度以为网易争气了。但当大家更新后进入游戏，才发现原来网易在这等着大家。先出问题的就是周年庆限定皮肤，即金刚狼外观浴火重生。这个皮肤在7月初时的宣传是888，但没过几天，价格突然涨了10块，变成了988。网易称之前的888价格是宣传出错，浴火重生原定价格就是988。可问题是在此之前，这款游戏只有888的定价，并没有988的定价。网易以弄错的理由进行搪塞，显然没有令玩家信服。为了平息大家的怒火，官方打出了首周7折691的价格，但原价是不可能改回888。这波临时加价的行为，自然引发了玩家的抗议。而在这波闹剧之后，还有1周年纪念英雄反浩克装甲。毫无疑问，这名英雄的设计很出彩，
但出彩的代价则是巨大。通过光耀宝匣抽奖获取光之结晶，再拿光之结晶兑换反浩克装甲，类似王者的荣耀水晶，抽奖成本大致在1500到2000块之间。如果只是高昂的价格，那大家大不了不抽就是，但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视。作为坦克，除了高血量，还有不俗的输出能力，因此在后来的玩家评价中，反浩克装甲也被称之为反平民装甲。官方的如此吃相，导致许多想要回归的老玩家纷纷止步。游戏内下到平民上到氪老都在骂，周年庆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在此之后，官方又陷入沉寂，平时就每个月更新皮肤，新英雄隔几个月出一个。至于新颖的活动和玩法基本没有，到了春节和2周年又疯狂更新，但这过程中所流失的玩家却再也回不来了。就连游戏最后一次玩家回流，也不是依靠自身的优势，而是外部因素。2023年8月，王者陷入摇皮肤风波，发生运营危机，大量玩家出走。在此之下，各魔法手游乘风而起，承接了部分王者玩家，其中受益匪浅的当属曙光英雄。当然，漫威超级战争也在其中。签到送史诗、送传说、送钥匙，各种限定皮肤打折返场，导致大量玩家涌入，不得不停机维护服务器。但这种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游戏能否留住玩家，终究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实力。在内忧外患之下，国服漫战兜兜转转运营3年，2024年4月17日，游戏还是发出了那份公告，宣布产品将于6月17日正式停服。同时，国际服也紧随其后。至此，国服与国际服双双落幕。而网易和漫威的另一款卡牌产品《漫威对决》，近年来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苹果端日均流水仅数百美元，或许停服就在不久之后。尽管漫战和漫威对决接连失败，但网易与漫威的合作并没有就此告终，反而在酝酿更大的计划。2024年3月28日，游戏《漫威争锋》公布首支实机宣传片，即网易和漫威合作的第3款产品，意在《守望先锋》玩法上打造这款6v6的第3人称团队射击游戏。这款产品的曝光，无疑为大家解开了许多谜团，如之前漫战的更新为什么越来越不从心，后续它又为何突然停服？大家猜测漫战开发人员早就被调到漫威争锋之中，再加上版权费和版权到期，自然也就草草收场。至于漫威对决为何还没停服，应该是版权还没到期。不过按时间的话，今年内很有可能。那除了对标守望先锋的漫威争锋，另一款自然就是对标炉石传说，即2022年上线的漫威终极逆转。国服代理为网易，由炉石传说之父 Ben Pro 牵头打造。看来网易和暴雪虽然和好，但其产生的隔阂却难以消除。网易此举完全是为了找替代品来抵消暴雪产品未来的不确定性，但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，就真的安然无恙吗？值得拭目以待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